末世降临，我被最信任的女友背叛。重生后，我解锁小吃摊，所有买了小吃的顾客都能安全觉醒一秒，而我的小吃摊也成了末世天灾中唯一不受影响的存在。我成了很多人觊觎的对象。但当我的末世安全屋坐落在广场上，他们眼中的贪婪变成了狂热。这一世，忠于我的人都将得到庇护，而背叛者将付出血的代价。天空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街上的建筑已经是断壁残垣，地面裂开了巨大的缝隙，电光闪过，我被高胜强单手掐住脖颈，痛苦挣扎。韩月如依偎在他身侧，笑嘻嘻地看着这一幕。他撒着娇说：“强哥，你快点呀，雨这么大，人家好冷啊。”我痛苦地质问他为什么，他对我冷哼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我现在可是珍贵的治愈系异能者，李凌风，你这种速度系废物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”他搂住高胜强，说已经把我的金盒送给他增强实力了，以后要强哥好好保护他。高胜强猥琐地笑着，说做了他的女人保他吃香喝辣，随后狠辣出手掏向我的心口，我的红色金盒被他生生掏了出来，我痛吼一声，吐出一口血，奄奄一息地被他扔下裂缝。我看着他们离去，不甘地闭上眼睛，真的要死了。黑暗猛然收拢，我猛然睁开双眼，我站在充满烟火气的小吃街上，我没死，这里是……我摸了摸心口，完好无损。拿出手机一看，时间竟然是2036年3月21日上午10点，我重生了。此时，一块蓝色面板出现在我面前，系统的萝莉音响起：“恭喜宿主被神商系统选中，完成初始交易任务，即可获取5本万利的财富、力量，还有一座能抵御天灾的安全屋哦。”我挑了挑眉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重生福利？我捏紧拳头冷笑，2小时后天灾就会降临，而韩月如2个月后才觉醒一秒，这次没有我当冤大头，我看你怎么活到那时候。钟表转动，时间流逝，室内温度计从22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至0度以下。天灾初期只能靠自己。我推着手推车在超市内采购，装满了大米、面粉、矿泉水和方便面。我暗中计算，把手里的钱全换成物资，应该能撑到官方基地建起来。等我觉醒了速度异能，还能去零元购。这时手机响了，韩月如带着她爸妈来我公寓了，正坐在客厅里吃着水果，给我打电话命令道：“李凌风，我带爸妈来你这里了，赶紧去买吃的回来。我爸妈喜欢吃牛排，你多买几盒存着。对了，再给我拿2盒冰淇淋，我要哈根达斯的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韩月如，我现在通知你，我们分手了，1小时内从我家滚出去！你这种贱人配不上我！1小时内从我家滚出去！你这种贱人配不上我！”我挂断电话，让超市服务员帮我把物资送到家里。天空从晴朗转为阴沉，忽然开始下雪。2036年3月21日，天灾降临南星。最初只是一场小雪，人们还没意识到这场雪将颠覆整个世界。很快，雪花变成鹅毛大雪，湖水迅速结冰，室内的人裹着棉被发抖，空调竟然被冻爆，路面结了厚厚的冰层，整个城市银装素裹。我穿着黑色羽绒服，单手插兜站在屋檐下，仰头看天，冷峻地注视着这一切。天灾开始，末世降临，耳边响起了那熟悉的系统萝莉音：“初始任务已发布，环境检测中，请宿主立刻放置初始摊位。”我面前浮现出一个蓝色面板，上面显示着60秒倒计时。看着此时冷清的小吃街，我随手一指：“现在来不及换地方了，就这儿吧。”放置。随着蓝色数据模型一闪，原本空荡的地上竟然只出现了一块发黄的白色破布。我看着这凄惨的摊位，忍不住嫌弃道：“就这！”系统没理会我的吐槽，继续提示：“摊位放置成功，任务已刷新，请宿主为以下商品定价，在24小时内出售10件商品即可获得丰厚奖励，价格越高，返利越多，奖励越丰厚哦。”我看向面板上那个名为烂番茄的图标，系统介绍说，神商系统出品的烂番茄可治愈异能者觉醒时引起的精神风暴。我心里一阵惊讶，原来如此，看着不怎么样，竟然有这种功效。我很清楚，第一场暴雪降临后，部分人会开始觉醒异能，越强大就越痛苦，甚至有人会直接崩溃死亡。我嘴角一勾，心想这东西来的正是时候，直接定价1000块一颗，直接定价1000块一颗。我将10颗烂番茄摆在那块寒酸的破布上，周围小吃摊的摊主正裹着棉衣匆忙收摊。一个好心的大叔冲我喊道：“小伙子，快回家啊！天气这么诡异，还摆什么摊啊？”我对他淡然一笑，谢谢提醒。大叔摇着头，被他那个满口抱怨冷死了的儿子催促着离开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大概是个脑子有问题的疯子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厚棉衣、围着围巾的身影朝我跑来，是大喊着峰哥的林妙妙。他拉下围巾，手里拎着2大个物资，气喘吁吁地跟我说，这是他刚从超市抢购的，怕我忙没时间买，特意给我送的。我摆摆手让他赶快拿回家躲好，他却坚定地打断我：“我不走，当初是你给我一口饭吃，我才能活下来。我说了，一定会报答你的。”看着他，我内心猛地动容。上一世天灾降临后，他也给我送过物资，可那时韩月如因为吃醋跟我大吵大闹，导致妙妙主动离开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他租住的地方被冰雪压塌，他被永远埋在了那。见我不说话，妙妙神色失落，以为自己会拖累我，放下东西转头就要走。我猛地叫住了他：“等等！”我猛地叫住了他：“等等！”他回头满眼疑惑地问：“峰哥，还有什么事吗？”我认真对他说：“你再帮我一个忙吧。”我能感觉到他心里的激动，
想必是在想原来峰哥不是嫌弃我。他立刻点头。峰哥，你需要我干什么？我笑着指了指地上破布上的10个烂番茄，对他说：“帮我把它们卖出去。”他满脸惊讶和迟疑。峰哥，就算它们烂了一点，也还能吃啊。现在蔬菜可难买了。我淡然插着多回应：“放心，我不缺这点东西。”目光扫过系统面板，上面清晰显示着出售10个烂番茄的任务。他勉强同意后，忍不住问：“那好吧，峰哥，这一个卖多少钱啊？”我吐出数字1000，他瞬间惊叫出声。1000！声音引来不少拎着物资回家的路人，纷纷好奇的聚集过来。我淡然吩咐他：“你只管叫卖，会有人买。”林妙妙深吸一口气，对着人群大喊：“番茄1000块一颗，只有10个，先到先得。”一个路人青年立刻拆穿：“你这哪是番茄啊？你这是烂番茄！这破玩意儿白送都没人要，你还敢卖1000一个？想钱想疯了吧？”林妙妙看我一脸淡然，显然是无条件信任我，对着青年驱赶：“你不买就让开，别耽误我们卖东西。”青年暴毙冷笑，把东西放在脚边。我倒要看看哪个傻子会买。这烂番茄要是卖出1毛钱，我倒立吃翔。这烂番茄要是卖出1毛钱，我倒立吃翔。林妙妙气得脸颊鼓鼓，却更卖力的叫卖：“卖番茄了，1000块一颗，限量10颗。”越来越多路人围在旁边看热闹。我瞥见人群后方，卢浩一手捂着头，神色痛苦的东倒西歪。我听见他内心的嘶吼，头好痛，好像快要炸开了，我要赶紧去医院。烂番茄的气味顺着寒风飘向他，像是白雾般缠绕过去。他忍不住深深吸了口气，神色突然惊讶，心里默念：这是什么味道？我的头好像没那么疼吧？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挡住了他的视线。他再次捂住头痛不起，目光死死锁定我的摊位，内心笃定是那。下一秒，卢浩猛然推开人群，径直冲到摊位前。林妙妙还在叫卖：“卖番茄了，1000块一个。”他直接摸出钱包，随手拿出1沓钞票塞进林妙妙手里，急声道：“我要2个。”说着就从地上拿起2个番茄，直接送进嘴里。林妙妙愣在原地，我看着他嘴角微勾，心里暗道：总算来了，觉醒者。我看着他嘴角微勾，心里暗道：总算来了，觉醒者。卢浩埋头狂吃番茄，周围的路人们都惊呆了。刚才嘲讽的路人青年忍不住喊：“兄弟，你有这2000能买多少粮食物资了？就拿来买2个番茄，还是烂的。”话音刚落，卢浩身上突然白光一闪，脸上的痛苦瞬间消失，浑身仿佛沐浴在圣光之下，忍不住闭着眼睛发出舒适的喟叹。周围人都紧紧盯着他，他睁开眼睛一抬手，手心里竟然出现一块悬浮的土。路人纷纷惊呼：那是什么超能力？刚才的青年满脸震惊，盯着烂番茄喃喃：怎么可能？这是烂番茄的作用。林妙妙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我对着卢浩微笑：恭喜你，顺利觉醒了吐息异能。周围的人群瞬间沸腾，眼神里满是狂热。我知道一场争抢烂番茄的狂潮即将爆发，周围的路人彻底沸腾，一个个眼神狂热地冲向摊位。林妙妙被这突如其来的疯抢吓了一跳，我听到有人嘶吼着：我买，我有钱！还有人怒喊：先来后到懂不懂？小姑娘先给我钱，我立刻转账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只有10个，先到先得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只有10个，先到先得。话音刚落，后知后觉的卢浩才挤开人群大喊：让开让开，我再买2个。可等他冲到摊位前，10颗烂番茄已经被一抢而空，买到的人拎着东西就匆匆跑走。不好意思啊，卖完了。林妙妙无措地对他说：你们没货了，我可以出2倍、3倍的价格买。卢浩急得连忙说：没有了。我摇头回应，心里暗道：再想买就得看系统什么时候补货。卢浩满脸失望，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塞给我：那这样，兄弟，你要是有货了就联系我，这是我电话。我看清名片上写着卢氏跨国财团 CEO 卢浩，他神情恳切地补充：一定要联系我，我不差钱。我收起名片挑眉道：行，下次一定。看着他一步3回头的离开，我知道这是个值得结交的人。就在这时，系统面板突然在我面前弹出，萝莉音响起：恭喜宿主完成初级任务，奖励结算中。下一秒，无数金币如同瀑布般落下，堆积成山。我仰头看着这一幕，满脸震惊。系统面板上的积分从0飞速到0，最终定格在10万。10万！我心里掀起惊涛骇浪。字幕提示开启：开启10倍返利结算，现金货币结算10万，系统积分结算10万。提示：此货币不受外界货币单位影响，可随时从系统兑换当下使用的现金货币。发了！我惊喜不已。发了！我惊喜不已。末世后期流通的是金盒，这岂不就是10万金盒？简直发大财了！系统版面随即跳出商城界面，无数药品、武器、装备向下滑动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系统提示：系统附属商城开启，可使用积分购买商城资源。紧接着，一团金光从面板上浮现，径直融入我的身体。我下意识闭目握紧双拳，脸上抑制不住的浮现狂喜。奖励宿主无痛觉醒异能，异能吞噬1级，因为宿主急速完成任务，触发隐藏奖励，异能等级升至10级。我猛然睁开双眼，眼中金光一闪而过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体内奔跑。我靠，这也太无敌了！我心里狂喊。这个吞噬异能不光能吞噬物品当空间背包，还能吞噬技能随时释放，10级就能吞噬10次，每升1级就多一个存储空间。
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外援。脑海中浮现出幻想画面，我居高临下站在末世废墟之上，如同魔王般气势逼人，露出上位者的微笑。有系统在手，这一世除我之外，人人皆可为蝼蚁。烂番茄被一抢而空后没多久，地面上的破布突然消失，一道透明的倒计时数字60悬浮在半空。您的摊位正式升级为安全屋，倒计时60分钟。升级后以安全屋为中心，周边10米范围内可抵御一级天灾影响。请宿主再接再厉，积极完成任务哦。系统面板随之消失，只剩那串倒计时不停读秒。林妙妙朝着我走来，眼神里满是急切，显然她完全看不到那悬浮的数字。我心里暗道，看来只有我能看见系统的东西。她走到近前，欲言又止。峰哥，你怎么不早说烂番茄能让人有超能力？早知道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卖掉的。我淡然一笑，这种东西我还看不上。他眼睛瞬间一亮，连忙追问：峰哥，你给自己留了吗？我故意摇头逗他，没留。看着他瞬间失落的神情，我话锋一转：不过我有更好的。他立刻抬头，眼睛亮得像2颗星星。我心里失笑，这傻丫头怎么事事都只想着别人。我看向面前的商城面板，第一样商品就是一颗金色丹药，标注着觉醒丹，标价几10积分。我惊讶不已，能让人瞬间觉醒异能的丹药才10积分，这简直就是白送啊！这简直就是白送啊！毫不犹豫，我在丹药上一点，一颗散发着微光的金色丹药就出现在手心。我抬手递给他，你帮我叫卖了半天，这是你的报酬。林妙妙急切地摇头，把丹药往我手里推。我不要报酬。峰哥，这东西看着就不一般，你留着自己吃吧。我直接把丹药塞进他手里，态度强硬，让你吃你就吃，不吃就扔了。他捏着丹药，抬头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感动。我能猜到他心里在想，峰哥实在是太善良了，这么珍贵的东西他就这样白白送你，我以后一定要加倍对峰哥好。紧接着，他仰头就把丹药送进了嘴里，身上瞬间闪过一道金光。他闭上双眼，神色十分舒适。我满意的笑了笑，心里好奇，不知道他会觉醒什么样的异能。下一秒，林妙妙猛地睁开双眼，双手在身前轻轻捧起，一团柔和的乳白色圣光在她掌心上方凝聚而成，圣洁的光芒笼罩着她，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如同圣女降临。她震惊地看向我，声音里满是难以置信：峰哥，我也有超能力了。字幕在她身旁浮现，圣光治愈系。峰哥，我也有超能力了。字幕在她身旁浮现，圣光治愈系。暴雪还在狂下，但这道圣光仿佛驱散了周遭的寒意。我知道，有了这位圣光治愈系的得力助手，末世之路我又多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。系统面板弹出提示，萝莉音响起：您的员工已成为圣光治愈系异能者，建议对其重点培养，培养消耗可双倍返还哦。紧接着2声提示音接连响起，我看向面板仓库，里面果然多了一个觉醒丹图标，右下角标着数字乘2。我兴奋不已，这就自动录入为员工了，简直是无本万利。有了系统，我简直无敌了。峰哥，这太神奇了！刚才我就感觉身体暖洋洋的，然后金光一闪，我就感觉自己能控制什么。他的声音渐渐弱化，我却忽然皱眉，敏锐地察觉到不远处的街角有异样，扭头看去，透过暴雪的缝隙，我清晰看到街角拐角处有一道人影。察觉到被我发现后，匆忙缩了回去，躲了起来。我抬手拍了林妙妙一下，打断她的话：好了，以后异能者只会越来越多，现在到处都不安全，你先跟我回家吧。林妙妙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回头张望了一眼，立刻乖巧点头。好，我都听峰哥的。我们转身走远，眼角余光瞥见刚才躲起来的那人，真虚从拐角处走了出来，鬼鬼祟祟的跟在我们身后。回到公寓楼，韩月如和她爸妈聚在客厅里商对策。韩母不安地说：月如现在外面这么冷，李凌风要是铁了心分手，那咱们肯定不能住在这儿了。韩月如一脸笃定：妈，你不懂，这就是他欲擒故纵的手段。以前我们俩吵架，我一提分手，他都跪下跟我道歉，怎么舍得跟我分手？韩母还想再说些什么，敲门声突然响起。门外是超市送货员，问他是不是李凌风家。韩父应声：是的，现在就给你开门。很快，客厅地面上就堆起了成堆的米面粮油和成箱的泡面、零食。韩月如眼睛一亮，弯腰从零食堆里拿出一盒夹心饼干、一盒巧克力，又指着一摞牛排，神色得意。爸妈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是我最爱吃的饼干和巧克力，这还有你们喜欢的牛排。他肯定是想吸引我注意。韩父韩母跟着点头笑起来。韩父叮嘱：那等他回来，你得给他点甜头，可别真闹了别扭。韩母也跟着教导：态度也不能太软，不然他得骑到你头上去。韩月如拆开零食包装，得意洋洋看向窗外的冰天雪地，嘴里还念叨：放心吧，李凌风根本离不开我。暴雪越下越猛，韩月如站在窗内，指尖无意识划过冰凉的玻璃，镜头缓缓拉远，冰天雪地的城市全景铺展开来，楼宇、街道都被厚厚的积雪掩埋。他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。就算是末世真的来了，他也愿意为我去死。与此同时，公寓楼的楼梯间里，电梯门叮的一声缓缓打开，我带着林妙妙迈步走了出去。
我带着林妙妙走在公寓走廊里，路过楼道窗户时，窗外的暴雪还在肆虐。我瞥见林妙妙望着窗外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她心里一定在想，气温下降的这么快，也不知道果果他们在孤儿院里怎么样了。她看向我的背影，咬了咬唇，轻轻摇了摇头，又小跑着追上我的脚步，内心已然有决断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峰哥为难。等安顿下来，我再自己找机会去孤儿院看看情况吧。很快走到家门口，我看着空无一人的门口，皱起眉头，心里暗忖：超市买的东西应该送到了。目光落在紧闭的房门上，我冷笑一声，肯定是韩月如他们直接签收了。韩月如，你们真是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我伸手准备拉门，房门却突然打开，韩月如堵在门口，抱着手臂，一副大小姐模样，高傲地看着我。李凌风，你今天真是太过分了，竟然敢挂我电话！随着门全部打开，他看到我身后的林妙妙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伸手戳着我的胸口，趾高气扬的指责怒骂。我说你今天发什么神经？原来你赶我走就是想跟这个贱人在一起。李凌风，你要是不解释清楚，今天没完！李凌风，你要是不解释清楚，今天没完！韩父韩母快步走出来，韩母揽住韩月如，两人给女儿撑腰。韩母谴责道：凌风，这就是你做的不对了，怎么能带外人回家呢？韩父也一脸严肃：叔叔相信你的人品，你快跟月如解释清楚，不然叔叔也帮不了你了。韩月如装作伤心的模样，扑到韩母怀里，背对着我，露出得意的神情，心里笃定，不出3秒，她肯定下跪求我原谅。我冷笑一声，懒得跟他们废话，一手揪住韩月如的后衣领，一手揪住韩父胸前的衣服，掌心瞬间浮现黑洞，吞噬异能发动，直接把他们身上的棉袄吸了进去。韩父身上只剩单薄的秋衣，韩月如则穿着原本的单薄公主裙。字幕在旁浮现，异能吞噬。李凌风，你做了什么？妖怪，你是妖怪！我一把将他们推到走廊，顺手抓住韩母的棉衣，发动异能。他身上也只剩秋衣。三人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，缩成一团，满脸惊慌失措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，冷笑出声：傻逼！天灾降临，现在是末世，不杀你们就是我最大的仁慈，不杀你们就是我最大的仁慈。随后转头招呼林妙妙：妙妙，快进屋暖和一下，外面太冷了。我揽着林妙妙的肩膀走进屋，随手关上房门。门外，韩月如不敢置信地看着紧闭的房门，疯狂扑上来拍打，尖叫着嘶吼：李凌风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才是你女朋友！她的喊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，却只换来我冰冷沉默。这一世，我早已不是那个任他拿捏的冤大头。门外的拍门声还在疯狂作响，我却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透过门板的缝隙，我能想象到韩月如气急败坏的模样，还有她爸妈在刺骨寒风里瑟瑟发抖的惨状。他们的眉毛和头发上肯定已经结了一层白霜，连呼吸都带着冰碴子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我就听见韩父虚弱的劝说：月如别喊了，这气温能冻死人，咱们还是快想办法找个暖和地方吧。紧接着是韩月如愤愤踢门的声响，一阵寒风卷过走廊，她打了个哆嗦的声音清晰传来：爸妈，我们去楼下保安室，公寓保安认识我，肯定能借给我们一些御寒的东西。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却不知道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等着他们。三人哆哆嗦嗦走向电梯，刚拐过弯就撞见了等在电梯前的真虚。他脸上挂着让人不舒服的笑，开口的语气带着十足的诱惑：你们好，我是你们楼下的住户，如果你们能告诉我李凌风的秘密，我可以给你们想要的东西。如果你们能告诉我李凌风的秘密，我可以给你们想要的东西。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，但你要先给我们能御寒的羽绒服，还要让我们住在你家。他没看到真虚眼底闪过的一丝恶劣金光，他心里正盘算着，只要能抢到李凌风手里的烂番茄，我就能变成绝世强者，到时候杀这3个普通人还不是轻而易举。电梯门打开，真虚笑眯眯的带着韩家三人走了进去，一场肮脏的交易就此达成。而此时的客厅里，我看着林妙妙收拾物资的背影，神色有些犹豫。我心里暗道，这种天气，韩家人要不了多久就会冻死。林妙妙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太冷血？林妙妙看着被翻得乱七八糟的物资，还有散落在地上的零食袋子，顿时气鼓鼓地弯腰收拾起来。她一边整理一边愤愤道：峰哥，你做的对，他们吃你的用你的，竟然还敢这样对你，你早该把这群白眼狼赶走了。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，你不觉得我无情？峰哥，其实我早就想说了，韩月如跟你说话的样子就像使唤奴隶似的，她根本不是真的喜欢你。我心里猛地一颤，暗道果然是旁观者清，我上辈子真是蠢死了，我上辈子真是蠢死了。我定了定神，语气严肃地说：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再管他死活。随后转移话题，招呼他：先不说这些了，妙妙，你帮我把房子里所有东西都搬到床上来。搬到床上？镜头一转，卧室里已经堆满了东西，桌椅板凳，所有的物资、衣物、鞋子，还有从韩家三人身上吸来的棉袄，都被裹成一团扔在了床上。林妙妙从屋外走进来，看着这堆成小山的东西，眼睛瞪得圆圆的。
峰哥，你真的能一次储存这么多东西吗？太厉害了吧！我看着眼前的一堆物资，心里也迷。我也不知道，先试试。我找了一张巨大的床单，把床上的东西全部盖住，又用绳子紧紧绑成一团。紧接着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抬手发动吞噬异能，掌心前方瞬间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黑洞，带着强大的吸力，一下子就把这一大管东西全部吸了进去。空荡荡的卧室里，只剩下我和林妙妙面面相觑。我们对视一眼，同时露出了惊喜的笑容。我忍不住低喊一声：“成了！”看着空荡荡的卧室，林妙妙满眼兴奋，声音里带着止不住的雀跃。真的可以，峰哥，你真厉害！我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嘴角勾起一抹强者的微笑，心里暗道：这个吞噬异能太逆天了，必须尽快通过系统任务快速升级。就在这时，系统面板突然在我眼前浮现，上面清晰显示着小吃摊升级完成的字样。系统面板突然在我眼前浮现，上面清晰显示着小吃摊升级完成的字样。紧接着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请宿主在30分钟内开启安全屋。我扭头看向林妙妙，语气干脆：“东西拿完了，妙妙，走。”镜头一转，暴雪漫天的公寓楼下，我和林妙妙站在风雪，远处的雪花还在疯狂飘落，可餐车范围外的雪像被无形的屏障挡住，寸步难进。我瞥见林妙妙望着漫天大雪，眉头紧锁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她心里一定在想：雪怎么越下越大？不行，我得去孤儿院看看。果然，她很快转头看向我，语气急切：“峰哥，雪太大了，我想回孤儿院看看情况。”我扫了一眼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，心里暗讽：孤儿院，可惜任务时间紧，我去不了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打开系统商城，用100积分兑换了一对通讯器。简介上写着员工专用通讯器，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联系到你的老板。我取出其中一个递给林妙妙，叮嘱道：“现在外面不安全，你如果有什么事，就用这个联系我。”林妙妙接过通讯器，眼神里满是感激：“谢谢峰哥。”话音落，我和他便分头离开。暴雪呼啸的城市街道上，我快步回到当初摆摊的小吃摊位置。眼前的空地上，一辆小吃餐车的蓝色数据模型正悬空浮动，上面滚动着字幕，等待开启。我走到餐车边上，沉声下令：“系统，开启安全屋！系统，开启安全屋！”蓝色数据模型骤然一闪，餐车瞬间实体化，车身通体银白，干净简洁，在漫天风雪里熠熠生辉。一道淡金色的光环从餐车上扩散开来，方圆10米之内的冰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融化，露出干燥的地面。系统提示音紧随其后。安全屋已开启，方圆10米内可抵御1级天灾，宿主及店铺员工在此范围内可免疫一切攻击，治疗效果翻倍。餐车的侧面缓缓开启一块透明橱窗，餐车内小吃摊的标配设施一应俱全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神商系统的萝莉音再次响起，任务列表已刷新，请宿主上架关东煮商品，完成累计100分的交易订单。我看向系统面板，上面已经出现了关东煮的小吃列表，每种小吃后方都标注着功效简介：鱼丸、火系异能经验值+2，鱼豆腐，土元素能量+10，海带结，水元素能量+10，豆腐干，风元素能量+10，蟹肉棒，金元素能量+10，牛肉丸，光元素能量+10，墨鱼丸，暗元素能量+10。看着这些逆天的功效，我露出势在必得的笑容，心里感慨：上一世想升级就得杀怪物找金主，现在吃小吃就能升级，我这真是给全人类造福了。我站在银白餐车旁，迎着漫天暴雪，意气风发的一挥手，朗声喊道：“开摊！”朗声喊道：“开摊！”风雪中，银白餐车的灯光亮起，照亮了10米之内的温暖区域，也照亮了末世里全新的生存之路。而第一批被异能小吃吸引而来的客人，已经在风雪的尽头悄然靠近。暴雪还在疯狂倾泻，公寓楼上有人趴在窗边漫无目的的眺望，目光无意间扫向小吃街的东西。下一秒，他猛地瞪大双眼，伸手狠狠揉了揉，只见漫天飞雪落在一片无形的透明罩上，就像撞上了一堵墙，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我去，那不是卖烂番茄的大佬吗？大佬的异能这么牛逼！另一栋小区的窗户里，一对情侣也瞥见了这一幕，两人对视一眼，立刻手忙脚乱的穿衣服。老公，大佬又开始卖东西了，咱们快去，不然晚了又买不到了。男人一边往兜里塞钱，一边应付。快快快，把所有钱都拿出！很快，一批又一批的人从不同的小区里涌出来，顶着暴雪，朝着餐车的方向汇聚过去。与此同时，真虚家的公寓客厅里，韩月如和他爸妈穿着厚实的羽绒服，捧着热水杯缩在沙发上，对面的真虚脸色阴沉的吓人。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，李凌峰现在有超能力，我也不知道他卖的那些东西都放在哪。真虚冷笑一声，语气里满是不耐。你们拿了我那么多物资，就跟我说一堆废话。韩月如顿时慌了神，连忙换上一副娇媚的模样。哎呀，我最了解李凌峰，只要有机会，我肯定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。真虚面色凶狠地站起来，韩家3人吓得缩成一团。可下一秒，
他却忽然大步走向阳台，神色微微一变。李凌风又开枪了。韩月如也连忙凑到窗边张望，真虚扭头，眼神阴鸷的命令他们：“你们3个现在立刻在全小区散播消息，让他们全都去小吃街。”韩家3人哪里敢反驳，连忙点头一致。暴雪呼啸的小吃街，我的银白餐车旁已经围满。我站在餐车内，朗声喊道：“100块一串的关东煮，元素不同，效果不同。没异能的客人随意挑选，有异能的客人可以根据元素属性挑选。”人群里立刻炸开了锅，一个路人满脸震惊：“老板，你这一串就要100块，这也太贵了吧！老板，你这一串就要100块，这也太贵了吧！”可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挤到前面，语气急切：“老板，我买，每样给我来5串，我要外卖带走。”我淡定收钱，动作麻利的用桶装串，又盛满了一桶热汤。此起彼伏的喊声里，刚才嫌贵的路人还在嘟囔：“你们都疯了！你们钱是大风刮来的！”买完串的路人拎着，毫不客气的反驳：“我看你才是傻，这都什么世道了？外面你想拿钱买东西，还得看人家卖不卖呢。这种好东西你都不要，真是蠢货。”说着，他推开那人，径直往家走。还有个老人一边吃着串，一边老实在在的开口：“这老板一看就是大佬，别的地儿跟冰窖似的。你们看这餐车周围温暖如春，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。”就在这时，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传来。真虚和韩月如带着一大群人从后方涌了过来，里面有保安队的人，还有不少小区居民。保安们嚣张地推搡着人群：“让开，让开！小老板的女朋友来了！”我看着人群里的韩月如和真虚，眉头微皱，心里毫无波澜。韩月如，那是谁？韩月如扭着腰走到餐车边，脸上挂着无辜的表情，语气却满是谴责：“凌风，我都劝过你了，你的小吃能帮人觉醒异能，你应该先帮帮自己人啊！”我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保安队长立刻上前，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：“小老板，在末世生存，最重要的就是团结。”他的眼神里却藏不住贪婪。我看这样吧，你给咱们自己小区的人一人分1串，就别要钱了。周围的住户们顿时露出渴望的表情。我怒极反笑，还没开口，真虚就趁机煽动人群：“小老板这是答应了，大家快去拿串吧，早点吃早觉醒异能啊！”他和韩月如对视一眼，韩月如立刻娇滴滴的倚靠向身旁的保安队长：“保安大哥，麻烦你去帮大家拿点串来分一分吧，我知道你为人最公正了。”保安队长咧嘴一笑，伸手就朝餐车里的关东煮抓去，心里暗道：这么多人在场，这个李凌风就算是异能者又怎样？我眼神一寒，伸手一把捏住他的手腕，反向一扭。啊！凄厉的惨叫声瞬间响彻在风雪里。暴雪被安全屋的透明结界牢牢阻隔，10米之内温暖如春，结界之外却是冰天雪地的炼狱。此刻，餐车前面，保安队长抱着反向弯折的手臂在地上打滚哀嚎，他的手腕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，骨头摩擦的声响清晰可闻。我的手断了！周围瞬间陷入死寂。刚才还叫嚣着要分串的人群齐刷刷后退一步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再敢乱伸手，就不只是骨折这么简单。韩月如和真虚的脸色瞬间煞白，他们的身体因为恐惧微微颤抖。可当目光扫过餐车里热气腾腾的关东煮时，又硬生生咬着牙没有退缩。韩月如强忍着惊恐，尖着嗓子喊道：“李凌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保安大哥只是想为大家争取点福利，你怎么能这么小气？”真虚立刻跟着帮腔，声音里满是煽动的意味。就是你明明有能力救大家，却只想着发灾难财，你这跟吃人血馒头有什么区别？小区居民们被他们蛊惑，又开始鼓噪起来。有人喊道：“你以为就凭你一个人能在这种鬼天气里活多久？”还有人跟着附和：“对啊，韩小姐说你善良，没想到你这么不近人情。”听着这些颠倒黑白的话，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讥笑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每一个人的耳朵。谁善良，你们就去找谁，我这不是救济中心。我迈步走向韩月如，她脸上的嚣张瞬间褪去，勉强挤出一个僵硬的微笑。凌风，你想干什么？大家都是邻居，也没什么坏心思。坏心思的人是你！我一把掐住他的脖颈，指尖传来的触感让我想起前世的背叛。韩月如的瞳孔骤然收缩，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，她拼命挣扎着，手伸向一旁的真虚，嘴里挤出破碎的求救声：“救我！”我面色冰冷，像丢垃圾一样将他甩向真虚。真虚下意识接住他，又嫌恶的一把推开。我看着他们狼狈的模样，冷声质问：“果然，今天这场道德绑架就是你们俩合谋的吧？”韩月如瘫在地上剧烈咳嗽，真虚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。他立刻撇清关系，朝着我大吼：“误会，我和这女人可没关系，要不是她故意误导，我们怎么会来找老板的麻烦？”小区住户们见势不妙，连忙改口：“对，老板，我们其实愿意出钱买的，我们带钱了。”
我冷然扫过这群趋炎附势的人，一字一句宣布：呵，我不做你们的生意。说完，我直接无视他们，扭头看向其他小区的客人，脸上的寒意褪去，露出一抹歉意的微笑。不好意思，耽误你们时间了。客人们连忙摆手。没事没事，老板，快装串吧，我想要火属性的。行，我应了一声，转身拿起夹子准备装串。就在这时，口袋里的通讯器忽然急促的响了起来。我刚低头看过去，林妙妙带着哭腔的求救声就传了出来，声音里满是绝望和恐惧。峰哥，救命！我的动作猛地一顿，心脏骤然收紧，一股寒意瞬间从脚底窜上头顶。通讯器里林妙妙带着哭腔的求救声还在耳边回荡。我猛地抓起通讯器，对着围在餐车前的人群沉声宣布：抱歉，我有急事，先不卖了。话音未落，我转身就冲向餐车驾驶座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孤儿院可不能出事。我对着系统急促下令：系统收摊。餐车的出摊口应声收拢，车门自动关闭。周围的客人见状瞬间慌了神，一窝蜂的围上。真虚的声音混在嘈杂的人群里，格外刺耳。他要是走了，我们就买不着了。大伙快拦住车！一个小区住户直接扒住车门，嘶吼道：你不能走，除非你把串卖给我们。我眼神一厉，怒斥出声：松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就在这时，人群里冲出几个壮汉，一把拽住真虚和那个扒车门的住户的衣领，直接拖到一旁。为首的男人怒声骂道：没看老板有急事吗？你们这群人真是一群眼力劲儿没有，竟耽误别人。其他小区的客人也纷纷附和：就是啊，老板也没说不回来啊，刚才就是这家伙挑事，打他。转眼间，好心的客人们就被真虚、韩月如等人团团围住，拳打脚踢的闷响和他们的惨叫声混在一起。我看向那个帮我的男人，脸色缓和了几分。谢了兄弟。男人豪爽的摆摆手：这有我们的，你快忙去吧。我不再犹豫，一脚踩下油门，银白餐车猛地冲出人群，餐车周围的温暖防护罩也跟着移动起来。后面大批人想追上来，可餐车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很快就把他们甩在漫天风雪里。我透过后视镜看到，那个帮我的男人拽住身边的同伴，低声说了句什么，他的同伴眼睛瞬间发亮，两人匆匆挤开人群，朝着小区的方向跑去。暴雪呼啸，车轮碾过厚厚的积雪，餐车一路疾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座破败的孤儿院终于出现在视野里。我操控着系统，让安全屋的范围先笼罩整座孤儿院，房顶的冰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，可那道裂痕却醒目的刺眼。我猛踩刹车，餐车一个急刹甩尾，稳稳停在孤儿院门前。我推开车门，几乎是踉跄着冲进孤儿院，嘴里大声喊着：林妙妙！风雪里，我看到林妙妙抱着一个小女孩，焦急地看向房屋深处，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小女孩。一道微弱的圣光护盾笼罩着他们，在狂风暴雪中明灭不定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彻底熄灭。林妙妙听到我的声音，猛地扭头看过来，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带着哭腔喊道：峰哥，乔旭和木木还在里面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房子内部，墙体正在剧烈震动，房顶的裂痕越来越大，碎石簌簌掉落，整座房子都在缓缓崩塌。不好，房子要塌了！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来不及多想，直接朝着坍塌的房子大门冲了过去。林妙妙惊恐的喊声在我身后炸开。峰哥！冲进房屋的瞬间，头顶的横梁带着砖石砸落下来，我双目赤红，双手猛地高举，掌心瞬间浮现出一个漆黑的漩涡，巨大的吸力骤然爆发，所有砸落的砖石和腐蚀分石瞬间消失不见。我低吼出声，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决绝：吞噬！飞动疯狂吞噬着砸落的砖石和人，整座坍塌的房子都被卷入其中。我站在一片狼藉的废墟里，扶着墙壁大口突喘，胸腔里的气息翻涌厉害。几米之外的空地上，乔旭抱着木木，神色呆滞地坐在地上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沉默半晌，木木怯生生地开口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懵懂的崇拜：大哥哥，你是奥特曼吗？我看着他稚嫩的脸庞，忍不住哭笑不得。我不是，心里却暗自叹气，真累啊！看来大规模使用异能的负担还是太大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林妙妙抱着婴儿突然扑上来，紧紧抱住我。温热的泪水瞬间浸湿了我的后背，她哽咽着，哭声里满是后怕和庆幸。太好了，峰哥你没事，吓死我了！我整个人瞬间愣住，身体僵了几秒，才迟疑地抬起手，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，低声安慰：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没事了。抬眼看向我时，眼底满是愧疚。峰哥，我可能没法帮你干活了，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身边的几个孩子，又扭头望向孤儿院的废墟，沉声问：院长呢？
刚开始下雪的时候就丢下我们走了。我看向林妙妙怀里那个小小的柔柔，心底翻涌着一阵怜悯，更有怒火窜起，暗骂道：丢这么小的孩子在寒冬天气，真是一群畜生！没有丝毫犹豫，我直接换出系统界面，心里默念：系统将这4个孩子绑定为员工，已为您绑定新员工4人，检测到员工乔旭、员工柔柔已觉醒异能，建议重点培养。我猛地转头，惊讶地看向乔旭，又看向林妙妙怀里的柔柔，心里暗道：一个金属系，一个罕见的生物亲和体，孤儿院果然卧虎藏龙啊！孤儿院果然卧虎藏龙啊！林妙妙察觉到我的视线，以为我嫌弃柔柔是累赘，连忙解释：峰哥，柔柔不会拖累我们的，我可以干2份，我养活她。我看着她急切的模样，语气放柔：放心，再多来几个孩子我也养得起。说完，我转向乔旭、木木和果果，朗声宣布：你们愿不愿意来给我打工？包吃包住还有工资，安全有保障。真的吗？我要和妙妙姐一起。木木则默默往乔旭怀里缩了缩，抱紧他的胳膊。乔旭迎上我的目光，神色认真：你救了我们，妙妙姐相信你，我们也相信你。看着眼前这几个稚嫩却坚定的孩子，我心里瞬间涌起一股强烈的斗志，下意识握拳在心底激动挥拳，仿佛身后有一座城堡平地升起。暗道：年纪小更忠诚，好啊，成为末世霸主指日可待。此刻我正带着林妙妙、果果、木木、柔柔一起走出了孤儿院的门口。我看到几辆越野车停在不远处，几个路人正好奇地探头往这边看。我看到林妙妙见到眼前的情形，心中充满了愧疚，低下了头。峰哥，我们是不是耽误你开摊的时间了？真的很抱歉。人命关天，都是大事，这怎么能被叫做是耽误呢？根本就不可能。我看到唐龙带着梦晴和另外2人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，搓着手憨厚地笑着：老板，你忙完了吗？我们还想买点串儿。我看向悬浮在空中的系统面板，面板上清晰地显示着任务信息：完成订单65%，我还差几单就能升级了，到时候安全屋再升级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模样。行，你们尽管挑选吧，想吃什么就拿出来，千万别客气。我看到唐龙2人和林妙妙在餐车前挑串，林妙妙拿着纸筒帮他们装了20几串。你们拿好，里面还有滚烫的热汤，千万别洒出来了。我看到唐龙把一沓子厚厚的钞票放在了餐车出仓口的桌板上，转身就走。我的天啊，3万块！客人，你这钱给的也太多了吧？就当是我们捐赠的一份爱心善款吧。峰哥，这钱给的太多了，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啊？我看着唐龙和他朋友们渐渐远去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。在末世环境下还能有这份善心，实在是太难得了。收着吧，就当是交个朋友。下次他们来的时候，一定给他们优惠。就在这时，系统面板突然弹出，上面非常清晰地显示着任务已完成。恭喜宿主您成功完成了交易任务，您的奖励已经安全到账了。恭喜宿主您成功完成了交易任务，您的奖励已经安全到账了。您的资金已到账3650万，同步到账积分3650万。我简直难以置信地睁大了双眼，紧盯着那悬浮在空中的系统面板。我的天啊，我操，这到底是多少钱啊？难道真的是3000万？宿主您急速完成了任务，成功触发了隐藏奖励，您的异能等级已经提升至20级。我感到巨大的狂喜涌上心头，心跳快得像要蹦出来，又是连升10级。现在普通的异能者都还仅仅停留在1级水平。我听到系统提示，解锁了物资仓储功能，可以储存员工日常所需的所有物资。我看到画面推进入一条高级公寓的走廊，左右两侧房门上标有员工的名字。宿舍内部是统一的洁白风格，屋内有一张单人床、一张书桌和一个小衣柜。我看到走廊尽头有2扇门，分别标着女生浴室和男生浴室，里面是整洁的单人隔间设施。这一下连房子的事都解决了，住在员工宿舍可比住在普通房子里要安全100倍。您的安全屋将升至3级，周边100米内可抵御5级天灾。升级后将解锁安全屋瞬移功能，冷却时间30天，请宿主尽快放置安全屋。升级后将解锁安全屋瞬移功能，冷却时间30天，请宿主尽快放置安全屋。我认为孤儿院附近太荒凉，不适合完成任务，得回小吃街那边去。系统出现了30分钟的倒计时，时间紧迫，必须立刻行动，快上车，咱们回小吃街。我看到这一大片全是居民区，在这开摊肯定每次都能急速完成任务。我命令系统开启安全屋，场景过渡到真虚家客厅。韩月如摔倒在地板上，鼻青脸肿，真虚神色阴郁。得罪了李凌风，留着你们也没什么用。你别这样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以前抢我身子，我没给过他，你让我去勾引他，我肯定能偷一些他的小吃回来。刚才你怎么不勾引他？当我还会信你的蠢话？啊！眼看水果刀就要扎进韩月如的心口，生死一线之际，奇迹发生了，一团柔和的白色光芒突然从韩月如体内爆发出来，耀眼夺目，充满神圣气息。真虚瞪大双眼，完全被突然的白色亮光惊呆了。亮光来自韩月如的身体，整个客厅被白光弥漫，气氛紧张而超现实。
仿佛时间已经停止。白光消失后，一阵安静。韩月如缓缓睁开眼，流着泪，露出狂喜的癫狂表情。我没死，太好了，我没死。那一刻，真须一把抓住韩月如双肩，强硬的逼迫她。你刚才那白光是异能，你觉醒了异能。你刚才那白光是异能，你觉醒了异能。真须却看见我脸上的伤势全好，脖子上的伤痕也全部消失。你竟然觉醒了治愈系异能！我是治愈系，我也是异能者了。滚开！我现在可是珍贵的异能者。韩月如转身就想叫上父母一起离开，韩父韩母却看着我身后，表情惊恐。真须把水果刀刺入韩月如体内。不是治愈系吗？我看看你的极限在哪儿，我也好给你估个价。该死的李林峰，要不是他和我分手，我怎么会遇上这种恶魔？转眼，以广场为中心的安全屋防护罩再次扩大，将四周最近的4个小区全部笼罩在内。怎么回事？感觉暖和了。广场上，李林峰身后站着林妙妙和孩子们。林妙妙抱着柔柔，大家都看着面前的建筑，震惊的张大嘴。峰哥，这是餐车变的。峰哥，这是餐车变的。一间50平米大小的单层欧式木质房屋出现在广场上，里面透出温馨的暖黄色光芒。李林峰推开木屋房门，客厅有壁炉，旁边是单人沙发和一张地毯。左侧墙上开了一个拱形门洞和一个门，门洞内可见厨房设施和小吃摊设施。旁边一扇门上写着仓库，右边墙上有一道华丽的门，上面挂着富贵的装饰花卉。正对面有一道房门，上面显示员工宿舍。哇，好漂亮！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了吗？李林峰推开员工宿舍的门，里面是延伸出去的走廊。没错，你们的房间在这里。乔旭牵着木木和果果一起新奇的走进宿舍走廊，林妙妙抱着柔柔跟李林峰走在后方。房间上还有我的名字，我自己一个房间。太好了，以后我也能有自己的小床了，不用再睡破被褥了。乔旭哥哥，我们真的能住在这儿吗？只要你们不会背叛，我就可以一直住在这里。而且我保证你们以后还能住进更好的房间。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我们绝对不会背叛你。我也不会。果果开心拍手笑着。妙妙姐姐喜欢你，我们也喜欢你。柔柔今晚跟我睡，我先去安置好她。很好，那我现在给你们员工福利。很好，那我现在给你们员工福利。果果、木木，这个觉醒丹你们1人1颗。觉醒丹，峰哥，是我想的那样吗？你和柔柔都觉醒了异能，不用再吃了。我不是故意隐瞒。你有警惕心很好，不过以后我们这里都是异能者，你不用害怕自己和大家不一样。乔旭点点头，放松下来，镜头一转，旁边的果果伸出手。哇，好神奇，我能做冰块了。乔旭哥哥，我可以长出树叶了。我当时可是头疼了3个晚上才觉醒成功啊。看我的寒冰飞射，这个是给你们升级异能用的，里面有1000颗，你们每天当糖豆吃，不够了再找我要。能升级的东西给我们当糖豆吃，峰哥放心，我每天盯着他们吃。李林峰步伐轻松地走出宿舍门口。检测到宿主消耗资源培养员工，触发双倍返还。您的2万积分已到账，物品返还2瓶顶级经验丹。资源越用越多，太无敌了！哈哈哈哈！乔旭低头看着手中瓷瓶，嘴角露出安心的微笑。乔旭低头看着手中瓷瓶，嘴角露出安心的微笑。瓷瓶内丹药清晰可见，表面泛着诱人光泽。果果和木木的玩耍身影逐渐变小，笑声渐弱。李林峰站在宿舍门口回望，眼神温柔而坚定，嘴角带着满足的微笑。整个员工宿舍的布局，灯光温暖，人物各安其位，传递出家的温馨与归属感。我走进这空荡荡的物资仓库，里面摆着无数的货架，寂静的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。系统，帮我兑换日常生活物资和普通食物。根据宿主需求匹配到合适商品，装满物资仓库需要10万积分，请问是否需要一键采购？才10万，买！我目睹物资从第1排货架开始分门别类涌现，漂亮衣服、鞋子、零食、饮料闪闪发光，如魔法般填满仓库。以我现在的积分兑换这些普通物资，更不要钱一样。我惬意地离开仓库，走向主卧，心中充满对未来的期待和满足感。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。在废弃仓库的阴暗角落，一只宠物狗尸体猛地抽搐一下，眼冒红光，僵硬地站了起来。真须站在一旁，抬着手，五指勾动，脸上是病态的狂热，控尸术的阴森气息弥漫四周。韩月如站在真须后方不远的地方，神色警惕又带着一丝算计，两人之间气氛紧张而压抑。呵呵，终于也拥有异能了，呵呵，终于也拥有异能了。韩月如在心里唾沫，要不是有我的治愈术，你怎么可能吃得上黑暗系的关东煮？妈，要是再多吃几口，我肯定能控制更大的尸体。虚哥，你现在这么厉害，咱们不如直接联合其他异能者，把李凌风的小吃摊一窝端了。贱人，又想挑事。我哪敢啊，虚哥，我是说李凌风的那些小吃肯定也是他的异能，您可以像控制我一样控制他。真虚思索片刻，内心贪婪与野心在他心中翻涌，
一抹淡淡的微笑在他脸上蔓延开来。你说的对，他那2个废物异能再怎么升级，也不能成为强者，不如便宜了我。真虚勾动手指，僵尸狗来到他面前。真虚塞进狗嘴里一张纸条，狗的下颚乖乖的咬住，口水滴了下来。凡是愿意参与的行动者，我许诺他们50串关东煮。僵尸狗飞速跑出废弃仓库，其使命明确，承载着真虚对黑夜的险恶邀约。镜头拉远，离开废弃仓库，转向天边，那轮巨大的血色月亮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。清晨的微光透过木屋的窗户洒进客厅，我揉着惺忪的睡意，一边打哈欠，一边走进卫生间。刚站定，眼前突然弹出蓝色的系统面板，冰冷的提示音响起：新任务已刷新，请宿主完成5000件商品交易。这一声提示像惊雷炸在耳边，我猛地一激灵，睡意瞬间消散。系统面板上快速划过新增的烤串商品信息，一行行字清晰入目：烤鸡腿速度+1，羊肉串体质+1，牛肉串力量+1，烤鸡翅精神风暴减轻10%，烤面筋魅力+1，烤韭菜幸运+1。我心里涌起一阵惊喜，脱口而出：竟然能单独加身体属性了！可下一秒，任务数字就让我皱紧了眉：5000件。看来系统升级之后的任务更加苛刻，要想快速完成任务，价格不能定太高了，就50块钱一串吧。此时客厅里，林妙妙和果果坐在沙发上。妙妙，吃完早饭，咱们立刻开工。峰哥，你的裤子！峰哥，你的裤子！尴尬瞬间席卷全身，我闪电般拉上拉链，强装镇定的轻咳一声，咳，意外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别误会。话音未落，我转身迅速退回房间，砰的一声关上房门，靠在门板上平复狂跳的心脏。妙妙姐姐，你的脸怎么红成猴屁股了？好好吃饭，少说话。画面切换，唐龙家中，阳光从窗外斜斜扫进房间，落在餐桌之上。唐龙一家3口围坐在桌边，珍惜的吃着关东煮，每一口都细细品尝。爸妈，你们快看，外面的雪都化了，出太阳了，肯定是小吃摊的老板回来了。一个小老板哪有这么大本事啊？还说什么吃关东煮能觉醒异能？咱们从昨晚吃到现在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老唐，快开门！好消息，是老孟。老唐，我他妈觉醒异能了！他说着，缓缓伸出手，掌心凭空出现一股旋转的水流，晶莹的水珠在阳光里闪着光。快，老婆，把家里所有能换钱的东西都拿上，咱们现在就去买关东煮，必须抢在所有人前面，再多买点回来。必须抢在所有人前面，再多买点回来。广场之上早已人山人海，我的小吃摊前排起了长龙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林妙妙和乔旭守着2个出餐口，互不干涉。乔旭沉稳的烤串，手法娴熟；林妙妙则麻利的煮着关东煮，忙而不乱。果果和木木格外懂事，守在一旁的婴儿车边，轻轻摇着车，里面的柔柔睡得正香，小嘴巴微微嘟着。靠吃东西就能变强，这种日子以前没敢想啊。是啊，就是不知道官方的救援什么时候来。我仰头看着晴朗天空上的太阳，阳光刺眼，可我的神色却无比凝重。我心底的声音肃穆而低沉：暴雪3日，天灾升级，下一场灾难是气温高达60度的酷暑。画面陡然一转，城市街道被热浪笼罩，房屋的墙体干裂出一道道缝隙，扭曲的空气在眼前浮动，热浪滚滚，仿佛要将一切灼烧殆尽。只有小木屋周边50米范围内，房子和路面完好如初，与外界的破败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小木屋外，小吃摊的出摊口被人群堵得水泄不通，每个人都汗流浃背，衣衫湿透，面色狼狈，却依旧死死守在队伍里。这鬼天气到底怎么了？再这样下去人怎么活？这鬼天气到底怎么了？再这样下去人怎么活？哎，你就知足吧。要不是靠着李老板的关东煮觉醒异能，我们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。我站在出餐口后方，看着林妙妙和乔旭忙碌的身影，看着他们递出一份份热食，神色复杂，心里暗道：觉醒异能的确会增强体质，希望这一次的幸存者能多一些吧。白日的广场空无一人，四周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热浪在空气里翻涌。我站在广场中央，看着防护罩外面皲裂的房屋，地面上的裂缝纵横交错，神色凝重。峰哥，从小区到咱们安全屋的范围还需要一段距离，但是这个温度，普通人一出来就得中暑了。我低头看了看系统面板，上面的任务进度清晰显示5000分之1690，眉头皱得更紧，心里暗道：距离完成任务还差几千单，现在就算降价，恐怕也不会有人来买这些小吃。远处小区围墙，唐龙翻墙跳下，满头大汗，衣衫湿透贴身，急切地跑向李凌峰：你这么急是有什么事？我兄弟就是孟晴，他家的老人到现在还没觉醒异能，老人家身体太弱，眼看就要撑不住了。李老板，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帮帮忙？如果能用钱买，我愿意付高价。这个给你。我捏着那块沉甸甸的金表，看着唐龙布满血丝、满是期盼的双眼，沉默了片刻，心里做出了决定，抬眼看向你先回去吧，
我马上来。抬眼看向他，你先回去吧，我马上来。李老板，那你快一点，我们现在根本找不到大夫，只能靠你了。我转身走进小木屋客厅，抬手换出悬浮的系统面板，指尖轻点兑换界面，沉声开口：系统，给我兑换1000颗觉醒丹。神伤系统的萝莉音立刻响起，清脆又利落。已为您兑换成功。镜头一转，林妙妙、乔旭、果果和木木已然站在我面前，眼神里满是期待。我敛了敛神色，语气严肃：今天要交给你们一个严峻的任务。果果歪着小脑袋，满眼好奇的追问：什么任务啊？现在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少，为了赚钱，我决定让你们每人带一包物资出去售卖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从系统仓库里取出4个斜挎背包，背包上清晰标注着一立方空间背包，递到他们面前。我抬手拍了拍背包，细细叮嘱：这是空间背包，里面装了普通的矿泉水、速食产品，还有咱们小吃店的食物，你们就去卖这些。乔旭皱了皱眉，眼里带着疑惑：峰哥，咱们什么时候也卖普通物资了？林妙妙连忙对了乔旭一下，转头对着我露出乖巧的笑，岔开话题问：峰哥，那普通物资我们定什么价格？我心里暗自沉吟，不知道普通物资交易算不算在订单里，让他们去试试。思忖片刻，我抬眼看向4人，出答案：普通物资就1件1块钱吧。普通物资就1件1块钱吧。果果瞬间瞪大眼睛，小脸上满是惊喜。哇，我知道了，大哥哥是要做慈善。木木和乔旭闻言，也立刻投来钦佩的目光，看着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敬重。我轻咳一声，掩去心底的想法，从桌上拿起4个白瓷瓶，瓶身标注着醒目的觉醒丹，语气重新变得严肃：这些瓶子里是觉醒丹，这是非卖品，不管是谁出多少钱都不卖。林妙妙4人乖乖点头。我捏着瓷瓶，刻意加重语气叮嘱：如果遇到撑不住的人，你们就直接喂给他们1颗，不要经过任何其他人的手，懂吗？林妙妙眼睛瞬间发亮，语气满是赞叹：峰哥，你真善良。果果攥紧小拳头，重重点头：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我又从兜里拿出4个小巧的通讯器，分别递给乔旭、果果和木木。林妙妙的则塞到他手里，目光认真的反复交代：虽然你们现在异能都有5级了，但还是要注意安全，打不过就跑。4人异口同声的应下，声音清脆又坚定：知道了，峰哥。看着4个人背着空间背包走出小木屋的背影，我低头看向身旁婴儿车里的柔柔，小家伙正眨着大眼睛看我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希望能多帮到一些人吧。时间悄然流逝，转眼便到了傍晚。小木屋的客厅里，柔柔躺在婴儿车里，小手不停挥动，咿咿呀呀的格外可爱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手指无意识摩挲着通讯器，抬眼朝着窗外张望，心里的不安越来越浓。我低声自语，语气里满是担忧：怎么去了这么久都没消息？通讯器也没动静。话音刚落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小木屋的门被猛地撞开。唐龙的儿子唐云一满头大汗，脸色惨白的冲进来，身上的衣服还沾着尘土，看起来狼狈至极。他喘着粗气，声音带着惊慌的颤抖，大喊道：峰哥，我爸唐龙让我来报信，妙妙姐他们被强盗包围了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周身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，指尖的通讯器被攥得咯咯作响。